兄弟们，又到了熬夜看恐怖影片的时候了。今天仍旧美恐系列邪恶之屋，故事发生在女大学生翠花身上。她呢刚毕业出来找工作来了，得先找个落脚的地儿啊。于是她就打算租个房子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，但一看月租金300美元，不包括押金，翠花有些犹豫了。这笔租金对她而言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。好在房东老太懂人情味，察觉到她经济上的窘迫，便主动免去了押金。接着翠花就开始在大街上溜达，开始找工作了。在这个公告栏上发现了一张手写的保姆招聘，翠花呢就相中了，撕下了电话号码，完事就来到了电话厅，拨打起了招聘电话，只不过没人接，翠花只好给对方留了言。完事刚走出电话厅没多远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翠花接通后，对方告诉她说第二天在学校门口处等她。然而等到了第二天，翠花呢在约定的地方等了半天，雇主都没有来，显然她被放了鸽子。郁闷的翠花只好找到闺蜜大美去诉苦，大美让她把公告栏上她发布的招聘信息全都撕掉，以此来报复失约的雇主。但善良的翠花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时间来到晚上，翠花的电话响了起来，原来是今早失约的雇主，对方为早上的爽约道了歉，并表示愿支付双倍报酬来雇佣翠花，不过条件是翠花今天晚上就要来工作，并且待到天亮。翠花一听啊，双倍工资，没事，我马上就到啊。于是他就叫起了大美，让她连夜开车将自己送往雇主家。途中这路越走越偏，从光明大路到阴间小路，大美就劝翠花说呀，还是别去了，有点不安全。早晨你等了半天都没来，他也不回个电话。到了晚上他就打起了电话，而且正好今天是月10夜，在这荒郊野岭的为这点钱冒险不值得。但是单纯的翠花呢不这么认为，哪有那么多坏人呢？越是荒郊野岭越安全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让大美呢别多想，而这笔钱对自己来说也很重要的。就这样，俩人路过一个墓地后来到了雇主家，不放心的大美执意要陪着翠花，面对闺蜜的好意，翠花也不好意思拒绝。开门迎接他们的就是雇主老王。老王说今天晚上要和自己的妻子丽莎去观赏月食，所以雇佣保姆来照顾家里的。还没等老王说具体的工作内容，大美就插上话了，一系列的质问，而老王呢总是选择性的回避。见大美屁话太多，老王便把翠花单独叫到了一个房间里，和她谈谈具体工作内容。原来让翠花照顾的不是小孩，而是老母亲。翠花一看呢，你爽约鸽子我就算了，怎么还骗我呀？一气之下，翠花呢不想干了，打算离开。这时老王掏出了钱包，表示愿意加钱。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翠花要求老王拿出400美元，自己才肯留下来当保姆。看到翠花见钱眼开，如此轻易改变主意，大美气的摔门而出。他觉得翠花太傻了，不觉得奇怪吗？老王临时改变的这么快，一开始说是看孩子100美金，后来又改成看老人了。但翠花不管不顾，表示自己非常需要这笔钱。大美看着翠花怎么劝也劝不动，只好叹了口气，让翠花小心一点，要是有啥事给自己打电话。随后大美就开车离开了。然而他车刚开了没多远就出现了问题，在路边抛锚了。大美摇下了车窗，打算点根 smoking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给他吓了一跳。针织帽表示大美是不是需要火呀？大美点完烟以后，针织帽问他说，你是不是来附近应聘保姆的呀？大美刚说了一个不字，针织帽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了枪打死了他。回到翠花这边，老王嘱咐好了翠花一些事，然后又提前给了他一半工资，随后就说自己去楼上接丽莎去。闲来无事的翠花在底下偷听起了俩人说话，说今晚要完成什么计划。但没一会儿走进来个女的，经过确认，对方呢就是丽莎。显然大壮又他喵的在骗自己。面对翠花惊慌又怀疑的眼神，丽莎称老王有时候嘴瓢，记性不太好，翠花也没太在意。之后夫妻俩人就走人了。无聊的翠花就开始在房子里闲逛了起来，把整个房子都走了个遍。看电视呢也没有什么好节目，随即关上了电视，戴上耳机，又是打台球又是跳舞的。一不小心他碰碎了房间里的花瓶，急忙拿工具收拾碎片，花瓶碰巧落在了衣橱下。好奇心驱使翠花打开了衣橱，里面是2张照片，其中有一张是一家人和一辆红色汽车的合影。这辆红色汽车正是老王夫妇开走的那辆，但奇怪的是照片上的人却不是他们。翠花呢也没太当回事，觉得老王可能是连房子带车都买了过来。玩累了的翠花肚子有点饿，于是就点了个披萨吃。随后翠花在蹲坑的时候就听到了楼上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。老人半夜不睡觉干嘛呢？翠花有些害怕，拿起了刀子往楼上一点一点的走着。这时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上楼的脚步。等下楼一开门是外卖员，翠花急忙拿走了外卖，却不知道送披萨的人正是杀死大美的针织帽。心中不安的翠花给大美打起了电话，但是呢无人接听。接着他又拨打起了报警电话，但因为没有事实依据又挂掉了。之后翠花就自我安慰，平复一下情绪，该吃吃该喝喝，遇事别
别往心里搁，心想可能是自己在吓自己。在吃完披萨接水喝的时候，他就听到下水道里传来了声音，肯定是有人在用水。于是翠花就上了楼，来到了厕所，挨个检查了洗手台，其中发现有一个洗手台里面布满了头发。与此同时，外面又传来了怪声。翠花随着声音继续往上走，刚准备要开灯时，整个房子停电了。与此同时，翠花的视线也开始逐渐模糊起来，她这才意识到刚才吃的披萨被人下了药。等翠花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换上了白色的裙子，四肢被绑，身处一个五角星图案中，周围摆满了蜡烛。随后4位身穿黑色长袍的人走了进来，就是老王夫妇和针织帽。随后走进来的那个人应该就是那个老母亲了，叫她老太吧。老太用鲜血在翠花肚子上画出了一个五角星图案，随后又放了一颗羊头在上面，然后刺破了自己的手腕，让鲜血流入羊头容器，接着又用鲜血在翠花脑门子上画了一个五角星图案，最后又把羊头容器里边的血倒进了翠花嘴里。挣扎中，翠花挣脱了束缚，狠狠地打了老太一拳，拿起了地上的刀，朝着挡住自己去路的老王捅了一刀。正当他扶着墙吐血时，针织帽追了上来，两人打在了一起。聪明的翠花直接抠下了针织帽的一个眼睛，趁他抱头哀嚎的时间，急忙跑出门，却被死状惨烈的大美绊倒。起身后的翠花拿起了刀，继续往前跑，针织帽也紧随其后。熟悉房间布局的针织帽很快就堵住了翠花的去路，对着他的左肩开了一枪。正当针织帽准备补刀时，翠花直接抄起刀给他抹了波，躲进了一个房间里。丽莎也随之进去了，很快就找到了身受重伤的翠花。丽莎这块没对翠花怎么样，而是跑到了窗边，说了一堆乱七八糟奇怪的话。显然他们呢是一个邪教组织。这时候翠花趁丽莎不注意，直接一刀捅在她的腰上。翠花这块呢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可能是不久前的仪式成功了，她脑海里总是浮现恶魔的脸庞，导致她连警都报不了。随后翠花就跟没头苍蝇似的拼命往前跑，同时老王呢这边也走出来了，他还活着呢。紧跟翠花身后，俩人来到了一个墓园。翠花问老王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老王说要趁着月食之夜，他们呢要让恶魔来到人间，于是就想让翠花怀一个恶魔宝宝。翠花听后彻底崩溃，最终忍受不了痛苦，开枪自我了结了。画面一转，翠花在医院里醒着，又给救回来了。护士跟他说放心吧，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事的。电影呢到这也就结束了。这片呢有点差劲，前面还好点，悬念给到位了，让你有看下去的欲望，但是后面剧情实在是太拖沓了，太冗长了。最精彩的也就那一点，但是这片复古感不错。行了，不多说了， Goodbye。